在杭州广告打很大的宋城千古情，号称世界3大名秀之一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宋城是以宋朝为主题，提供各种表演的游乐场。作为主秀的宋城千古情，在购票时就要预约场次。我们是在 trip.com 上预购了宋城千古情贵宾席的家庭套票。如果不想预购，也可以选择现场购票和预约哟。我们当天是打车到宋城的东一门，如果不是使用大陆身份证买票，需要到购票柜台换实体票才能入场。宋城里的表演非常多，有的表演当天只有1场，所以要看完所有的秀几乎不可能。接下来我将把我们当天看过的15场表演，以1到5颗星的评价，跟大家说说哪些秀是必看。号称与太阳马戏团的欧秀、巴黎的红磨坊并列世界3大名秀的宋城千古情，是宋城的主秀，座位分成一般座位、贵宾席及豪华沙发席3种，其中靠近舞台的一般座位会动，问题是开了关，关了开，不想被移来移去的，千万别选。既然是宋朝，宫廷舞是一定要的，各国使节也纷纷送上自己国家的舞蹈。另外，杭州雷峰塔最有名的故事《白蛇传》，还有凄美的爱情故事《梁祝》，也以片段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。至于有没有到欧秀和红磨坊的等级，我个人觉得没那么夸张，但算是个精心设计的大型表演。如果以要不要来宋城观光的角度来说，必看指数4颗星。一天只有1场的幻影，场地虽然没有宋城千古情这么大，但也算是个大型舞台秀。这个以白蛇传为主题，结合光影和真人舞蹈的表演，很让人惊艳，必看指数5颗星。跟幻影同一个场地演出的大地震，是讲述发生在2008年四川省的汶川大地震。为了不让这个灾情惨重的事件太严肃，会现场征求观众上台担任领演，并以舞台剧的方式呈现当时的地震所带来的家破人亡，是个让人感动的表演，必看指数5颗星。不是表演，而是大型互动体验的上甘岭，里面展出的是在1952年的韩战期间，持续和美军奋战43天的战役。虽然当时这场战争死伤惨重，但以体验战争场面来说，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特别的互动感，必看指数3颗星。靠近入口处的互动光影 My All 是在开放时段内可自由进出的展览，这个展的感觉有点像日本知名的 TeamLab， 但在细腻度上却远远不及，对于看过 TeamLab 的人来说会很失望，必看指数1颗星。原本以为是类似迪士尼的花车游行，结果是一群人穿着古装绕场1周，这一天只有1场，没看到就算了，必看指数1颗星。这是个看古代美女现弹古筝的表演。没有演出时，可以用这个布景拍照，要是穿着古装会更有意境。这个表演适合喜欢看美女或是喜欢听古筝音乐的人，必看指数2颗星。皮影戏有专属的戏院，座位不算多，进来后可以随意坐。操作皮影的师傅很厉害，皮影人物在他手里变得栩栩如生，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，必看指数5颗星。这是个以倩女幽魂为主题的鬼屋，里面有坟墓和让人毛骨悚然的摆设。我当天看到有2个女生被吓出来，适合喜欢恐怖的人，必看指数2颗星。大宋奇遇记主打与古人互动，玩游戏赚取银票。游戏除了有问必答、诗词朗诵，还有掷骰子比大小的博弈，必玩指数3颗星。将古时候街头卖艺中的惊险演出搬到现代的舞台上表演，这个指斧头的桥段看起来是真枪实弹啊，必看指数3颗星。展现中国传统戏法的戏法乾坤，变戏法的师傅虽然非常厉害，但麦克风收音不好，导致师傅在变戏法时说的笑话没人听懂，比较可惜，必看指数3颗星。
原本以为看惯了有灯光效果的霹雳布袋戏，这种传统的布袋戏会比较无聊，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看。没了灯光效果，更考验布袋戏师傅们的功力。这场武松打虎里的老虎可爱，武松喝醉酒的样子也很有趣。后台表演的师傅意外的年轻，必看指数5颗星。这是一个付费的互动体验，主要是用体重来看命好不好，基本上都是会说吉祥话。必玩指数2颗星。一天只有1场的包公铡美案戏剧表演，戏从市井街蓝教就开始演了，也顺利的把人潮带到演艺广场。这算是包青天最有名的案件之一。故事是说，驸马陈世美将多年来资助他取得功名的妻子抛弃，并且在皇上面前声称自己单身，改娶了公主当驸马，被原配一状告上官府，最后被不畏强权的包公用龙头铡给斩了。必看指数3颗星。宋城里除了有这些表演，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可以做，比如这个衙门，就是以刚刚铡美案的包公为主题，可以拍照过干瘾，还有龙头铡、虎头铡和狗头铡的模型可以看。戏水区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，虽然大人也可以玩，但有年龄限制，50岁以上就算老人咯。要是不小心掉到水里，旁边有免费的烘干机可以烘干衣服。在聊斋惊魂旁有一些有趣的房间，像这个寸步难行的斜屋，还有家具都是颠倒的倒屋，家具都横放的横屋等，都是表演和表演之间可以来玩玩的地方。我们还用了换票时送的折价券，玩了一场射箭游戏。射箭场旁边有宋代手举体验，看起来跟现代的篮球没两样。商店街里这间看起来像中医诊所的店，其实卖的是茶饮，用草药泡的茶，味道还不错。市井街上卖的葱包烩味道一般，不推荐。我们还在路边的米雕店客制化了一只手链，还有项链和手机吊饰可以选择哟。这次去宋城的遗珠之憾，就是没看到抛绣球。如果时间算准的话，我会蛮推荐看看哦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拍的没用。